先做分解，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子，先来做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朵花，你们能观察到什么？你们能观察它的形状啊，这些形状有什么特征？观察它的姿态有什么特征？它是一个正面的，那么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圆形的哈，大概是一个圆形，跟我们的塔式的还有这个绣球式的，它的形状是有一些区别的，在形状上它肯定是有区别的，是不是？它形状是一个圆形，当然我们画的时候不能把它画得太圆。这朵花非常好，我很喜欢画它，因为这朵花它的非常丰富，姿态也很好。我们很难去搜这个牡丹花的图片，能够搜到一朵你很满意的这个很入画的画。我们为什么总是在搜这个图片来画呢？因为我们画画都是通过这个实物来演变的。每一个画，不管国画还是油画，都是通过实物去演变出来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物象去把这个物象变成我们的画面。那它的特征是，它分为两层，我们把它分为两层，中间这一层它是包着的，中间这一层它是包着的，都是往里包花瓣都是从4个方向往里包，我们就把它分为4块，就分为4块就可以了。我们画4块往里包的花瓣就可以了。然后外面的花瓣就是往外展，一样的，我们同样的是画4块，画4块往外展的花瓣就可以了。我们把它这样子分解开来，就这朵花它就很好画了。等一下，我现在是一个大的形，等一下我会教你们怎么去分，怎么去把它分为4块，怎么去画，这样子你们就学起来就更简单了，是不是？然后它的花瓣里面花瓣的特征它是有大有小，花瓣要有大有小，然后颜色上要有深有浅，然后它的物象它要有虚，物象上有虚有实，这个是它的这个花的一个特征。然后我们要分析它的颜色，那么今天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按照它图片的颜色画，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按照它图片的颜色画，我们可以画一朵红色的，我们可以虽然说我们可以去分析它这朵实物这朵物象这个物象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当然我们即使分析出来，我们要懂得去分析，但是我们也要灵活的去变。底色我们还是用这个太白加3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颜色。我们底色肯定是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然后你看到了什么颜色？有没有似乎有一点点朱砂，我们不用朱砂，我们用这个，我们可以用一点点这个藤黄吧，我们可以特别一点，用一点点藤黄提亮它。我看到它有一点黄，用藤黄，然后这个玫瑰红，或者是你们没有玫瑰红就用牡丹红都可以。然后我看到它还有一点这个非常红的这个颜色是曙红，还看到曙红，你们看到没有？你们看到曙红了吗？然后第5个胭脂肯定是有的，我们胭脂基本上很多花型里面都会用到这个胭脂。好，这朵花这个是颜色，然后我们的构图今天画的是这个挂历啊，这个挂历大概是一个方形的45乘以47，大概是这么大，你们可以用一个方形的，用这个3尺的方形来画也可以。我们今天把这朵花画在这个黄金位置，这个左上的这个位置，然后从这里出枝，这里有一些叶子，有一组叶子，我们这里可以出一支多的叶子开来，到这里跳出来一组叶子，这里会有一点点叶子。今天我们再教大家画2只蝴蝶，好不好？最后给大家教大家画一下蝴蝶。好，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构图，我们就直接画了，好不好？好，我们首先来调色，把今天要用的这个颜色先调了。首先我们要调一个底色，
用一个小碟子调一个底色。太白加3氯加水，加水来调和。我们把这个底色调好，底色是太白加3氯，我们调成牛奶状，不要调成酸奶状。然后我们在今天要用的颜色，我们底色调好了之后，我们把今天要用的颜色给举出来。今天要用到用到一点藤黄。藤黄，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要用什么颜色？藤黄、玫瑰红。好，我们调色的时候，首先调这个藤黄，藤黄只需要一丁点哈，不要太多了，一丁点，我们只要笔上感觉有一点点这个藤黄就可以了。今天这朵花用的颜色是底色是太白加3氯，然后用的是藤黄、玫瑰红、曙红、胭脂，然后我们再调这个玫瑰红，把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薄薄的一层。我们首先画的是这个包起来的这些反瓣，包起来这些反瓣，它的颜色相对于会浅一点点，所以我们调颜色的时候，不要把笔上的颜色调得太重了，要调薄薄的一层。薄薄的一层，不要调太多了，但是颜色一定要调到没有颗粒，一定要很均匀，要均匀的把它慢慢晕到这个笔的1/2的地方。当然我们笔上还要保留有一点点深色。我们调的时候，如果说你调的时候你发现你一边调这个水，一边往这个盘子里掉了很多水分在这个盘子这个地方啊，那说明这个水分是稍微多了一点，你可以在旁边的废纸上稍微沾掉一点点。然后我们再继续去调好这个玫瑰红之后，我们要笔尖上沾一点点这个曙红，一点点就可以了，笔尖要有一点点曙红这个深色的，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开始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支笔由深到浅，面面均匀的过渡。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画，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朵花在这个左上的这个位置，那我们今天就画到这个左上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画了。我们开始画这个包起来的中间这一层，我们刚刚分解了这个花的形状，把它分为2层。中间的花心在中间，我们要把中间第一层是包起来的。包起来的我们要一层层的包，但是要有所区别，不要包的太一样。我们先画一个花瓣，定一下它的一个位置。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挂历纸哈，挂历纸是一样的，是生鲜纸，两边可以加一下笔，两边都可以加一下，你可以拉长一点，你就可以再加一点。然后我们再要补充颜色，笔上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因为我画这个小写意，这个笔尖一定要有这个深色的，要补充颜色。然后我们再画第2层，画第2层的时候，我们要有所区别。
我们画第二层的时候，可以比第一层要窄一点。那我们可以分为2笔或者3笔把它画完，这样子让它有这个变化，有这个笔触的这种变化。还要继续这个层次继续往上叠加这边叠加1层，这可以这边大，可以这边小，慢慢小，让它有变化。这个花瓣一定要有变化，然后我们这一层可以包到这一层的上面来这一层的上面来，这样显得更加有层次，显得这个花非常多的这个层次感。好，笔针补尖补充颜色，然后我们这边再包一层，再包一层的话，我们又可以大一点，又可以宽一点让它有宽有窄。你们可以直接这么去点它，这样子去点它，这种笔触感，它点出来有这种笔触感，会非常好看，会非常好看。这一层又点了一层，点一层，我们边上可以加一些小的碎瓣，让这个花瓣感觉非常多的层次。好，我们这一层比较宽的上面，我们又可以加一层很窄的，我们慢慢这样子去加它，让这一层变得哇又很窄，这个层次是不是显得非常丰富了？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再来一层不一样的，再来一层这个小小的，又更小一点的。这个小一点我们可以深一点，可以笔尖上多蘸一点曙红，让它颜色更加深一点，好了，这样子会显得非常多的这个层次感。这个是我们刚刚分解的，从4块来往下包。你看这个是第一块，这个是往这个左上往这个右下来包的，这个是第一块。那么这整一朵花，我们这边看，当你有发现像这个反瓣它有点小的话，我们可以加长一点都没关系。这个是往左上往右下，那我们再画一块往这个左下往右上来包。这一个方向包一块，这个方向来这里包一块，下面往下再包一块，这一个中间包的就画完了，是不是？我们把它分解开来就很简单。我们这个是一块这个是已经包了一块，然后我们再要画这一块，再画这个左下往这个右上包的这一块。这个时候我们笔上的颜色这个水分少了，我们就要蘸一下底色，蘸一点底色，这个笔肚里面蘸底色。还有我们这个左下，然后往右上包，这个侧面的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大花瓣，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花瓣的时候，这个一笔我们可以再加一笔，把它加长一点这个是一个花瓣，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花瓣，这个往上了，往上我们的这个花瓣的形状又会有一些不一样，它是侧着对我们的。那我们这一半大的，那我们要画一半，再画一半小的，让它有大有小。再画一个小的，让它叠加起来，这个层次让它叠加起来。好了，这个小的画了一个小的，我们再来一个大的，让它有大有小。让它有大有小，这里又来一片大的，是吧？这个花瓣有大有小，有变化，这个层次往上包了，这个下面往上包，是不是？这是第二块往上包，我们再画一些细节，再画一点层次来。
再画一点，再画一层的话，我们又要小一点，不要大过这一层，我们就让它变化多一点。这个就往上包了，往上包我们就画这么多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往下包我就画这么多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画这一块，这个右上往这个左下来包的这一块，这一块的话我们要画的有所区别，就不要画的全部都是一样的，比较大一点的花瓣。我们这一块我们可以把花瓣画小一点，画的不一样一点。画小一点怎么画？我们就把它画窄一点，就直接，哎，这个花瓣就这么窄。但是我们要有长有短有变化，这会有一些小的细节。这个小的就很快。当然我们要有宽的有窄的有大的有小的，有这种变化，一定要有变化。那我们上面这一块往下包，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就包这么多就可以了。你如果觉得层次不够，你才可以再加一点小的，从中间加一点小的就都可以。然后这一块往这边包的，这个右下往这个左上包的这一块，我们这个缺口已经没有多少了，是不是？我们已经没有了，已经很少了，我们就画一点点就可以了。那这一块我们包的就非常少了，哎，就随便画一两个就可以了。当然颜色一定要调匀啊，颜色没有调匀，整个花型它就不好看。那我们就画这个一两个就可以了，中间也画一点点。它这边往里包的已经位置比较少，这一块就画的花瓣就很少，我们就这样子画一点点就可以了。哎，这边可以再来一个，这样包的也是一样哈。这个四块往里包的这个花瓣已经画完了，我们再画什么呢？我们再画的话，就把这一块往里包的已经生出来的这些反瓣，这些所有的都是反瓣哈，这些包起来所有都是反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花心给填满，然后再把这个外面展开了的有一点展开出来的这些反瓣，我们把它补上正瓣，之后，我们再去展开外面一层的这个花瓣。那这样子去理解，大家能理解吗？那我们先把这个花心给填上吧。我们今天还是先把这个花心先填上吧，好不好？我们填这个中间的花心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一层层的直接往上加，一层层的直接往上圈，不要圈成一个圆圈的，我们就不好看。你看这小小的细节，我们一样的要画出这个大小的这个花瓣，让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有变化，这样子它才整个画面整朵花它才会显得灵动好看。你看我们即使往里包的小小的细节，我们也要把它包的仔细了。好，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用最深的胭脂，可以用一些最深的胭脂。
让它这样子有很深的，这显得这朵花非常有这个层次感。好，我们先把这个花心，今天先把这个花心给包实了，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伸出来的露出来的一些这个反瓣来补上这个正瓣。首先这些里面的缝隙我们就直接用深色的往里填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有一个小的伸出来是吧？我们可以补充一点点这个正瓣，它有一点点我们就补一点点，让它这个层次也能显示出来它这个层次，有一点点就补一点点。好，我们笔上现在有点干了，我们就加一点底色，这个底色用这个笔肚去蘸这个底色。不要把这个红色的蘸在这个盘子里，我们整朵花画完之后，这个盘子这个小碟子还是干净的。好，我们继续调颜色。首先这个笔尖如果刚刚我们画的是胭脂太多了，我们在旁边沾掉一点胭脂，不要让笔上太多胭脂哈。好，我们先蘸一点点这个藤黄色，然后我们再调这个，我们画这个正瓣的时候颜色稍微深一点，所以我们调色的时候稍微调多一点。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要比刚刚我们画反瓣这个里面这一层的这个颜色要稍微的深一点点。每一层的颜色它的调色的多少你们都要掌控好，它的颜色稍微深一点，我会讲的时候会告诉你们会多调一点颜色，就是你调到笔肚上感觉更加红一点。调了这个玫瑰红之后，然后我们调一些这个曙红在笔尖上，调一些曙红。我们画正瓣的时候，补充正瓣的时候会要用到一点点胭脂，笔尖再调一点点胭脂这样子就可以了。笔上同样是由从深到浅的这个颜色的一个过渡。好，你看我们先补充这些已经生出来的这种正瓣哈，这一反瓣里面我们需要补的，我们就开始补，从这个缺口里面补这一个补一个，我们笔尖沾一点点，然后这边我们再补一个，我们这一个可以直接包上来跟它连，可以包到它上面来直接包过来这个花瓣。我们现在是在补齐这个正瓣哈，补齐这个有反瓣生出来这个反瓣的正瓣。你看这一缝隙里面，我们补上最深的颜色，这样子补过来。我们稍微这里再画一个包起来的，再加一个包起来的，这样子显得更加有层次一点。里面再补充一点点正的深的颜色，好，这样子更加有层次一点。然后这边这一个反瓣哈，我们继续来补它的一个正瓣这样子往外去补，然后补充颜色。笔上颜色没有了，我们补充颜色还是一样的，先调这个玫瑰红，然后调这个曙红，笔尖上蘸点胭脂，我们补充这边这个我们补充一个大的花瓣，让它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的这种变化，我们不要全部都是小的，偶尔会有一些大的花瓣出现，这个就是要有变化。我们这里可以来一点这个反瓣，这边补了一个大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外面展开了，这朵花就是外面四周来展开，我们中间的这个包菜形，这个包的已经包好了，然后我们要从外面四周来展开，我们分4块，这一块，我们先画这一块。好，我们先画这一块，把这一块需要补上的这个正瓣先把它补上，调色还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个里面可以补充几个花瓣，我们先可以补一个小的，让它更加有层次，然后我们再补一层，
啊，这样子又补了一个，然后这个缺口同样的，这个缺口同样的，我们就补上一个正半。补上一个正半，然后这边我们这个花瓣直接让它搭过来。好，这边我们先画这么多，待会儿我们要画的时候，再要往外展的时候，我们再来去往外展。这边如果太平了，我们可以先画一个，最后还要去调整的哈，最后还要去调整。这太平了，我们可以再画一层。这个笔上稍微有一点点干了，有一点干没关系。我们这边分为4个方向，这一边我们先就展开这么多，然后我们再画这一块，画这一块。笔上没有这个颜色了，没有水分了，我们可以用这个笔肚去蘸一点颜色，用笔肚去蘸一点颜色。好，依次的调色，还是依次的调颜色。调好之后，颜色一定要调均匀，然后我们继续来展开这个花瓣，继续来展开这个外面这一层的花瓣。我们首先来展一层，这个花瓣我们这个笔要有变化，让它有起有落，让这个花瓣有地方有大有小，不要让这个花瓣太圆了。我们可以回一下笔。然后这里展了一个比较这个不是很大的，我们可以再展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让它有这个变化，有这个花瓣大小的这种变化，让它感觉是从那边盛开过来。这个是又是一个那个那我们这边这个缺口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花瓣还要继续展开。补充一点颜色哈，笔上没有颜色了，颜色不够，我们补充一点颜色。我们最外面一层我们可以不用调的那么深，可以不用蘸胭脂。这一笔的话，我们可以不用蘸胭脂。这里再来一个花瓣，注意这个花瓣的这个形态。当你们画不好它的形态，你可以分为一个花瓣分为几笔来画，你们可以以一点的方式去画。如果我画的话，我可能是一笔这样子把它转过来，一笔把它转过来。当你们画不好的时候，你们可以分几笔这样子去把它画，尽量把这个花瓣画的完美一点点。好，这样子这一个。然后这边它太斜了，这边我们一边画，我们就一边看，一边画一边看，看哪里需要花瓣。笔上没有颜色，可以补充一点颜色。我们可以这里来一个小的反瓣，我们这里再来补充一个正瓣。像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补充一个小的反瓣这样子一笔就是相当于一个反瓣的这种感觉。这一个小的反瓣，然后我们在笔上补充颜色，补充颜色。这里再来一个花瓣，这里可以来一个小一点的花瓣。那这个花瓣就画这么多，待会儿我们再看到最后，因为我们到最后还要去调整这个整个花型，我们要看外面哪里需要加花瓣，我们再去调整。好了，我们这一块画完了，这个2块已经画了2块往外展的，1块2块，我们再画这一边往外展的，这一边往外展的。这边往外展的它是从外围包过来的，这花瓣一般它是比较大一点，然后上面我们可以把颜色给画浅一点，我们就调色的时候稍微调少一点点，还是一样的要蘸底色，笔上没有底色了，我们还是要蘸一点底色
好，这边这个花瓣看一下啊，这边我感觉还要加一个浅色的花瓣。现在这个笔上颜色调多了一点，我们划掉一点啊，不要太多，我们要画一个浅一点的花瓣。这边还有一个翻出去的一个浅色的一个反瓣。这样子翻过去的，这个颜色稍微还是有一点点深，但是还好，不影响。还是一样的调色。我们画这个小写意就是调色要花很多时间，大家不要怕浪费时间啊。颜色调好了，你这个花才能画好。颜色没调好，你最后画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好看。调好之后，我们画这边展开的这种花瓣，这个花瓣也是比较大比较长，所以你画的时候可能这个笔要往上往下拉，你拉的时候要有变化，要有变动，要有起有落，画出这个花瓣的它这种外围的这种缺口，要有这种自然形成的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像有这些缺口，你画出来才感觉这个花瓣像花瓣，是不是？如果你把它画的太圆了，太过于圆了，它就不好看。你看这样子画出来，这种有起有落，你这个笔要有变动，要有起有落的变动，这个花瓣它才好看，才灵动。好，这一半，然后这边我们再画一个。你看这个花瓣就要有变化。好，这两个花瓣，我们外面再加一层，的话，我们颜色要更加浅一点，因为它是在上面，更加上一点的花瓣，我们要颜色浅一点，颜色有深有浅。我们一直讲的这个颜色要有深有浅，这样才能画出它的一个花的一个层次感来，它才会有整体，你去看它的时候才有层次感，才会灵动。如果说你整朵花它的颜色都太平了，都差不多的颜色，最终它出来的效果它就虽然你每一笔看上去好看，但是它最终出来的效果它就没那么美。好，我们外面这一层我们颜色再调浅一点，就是你们调色的时候少上一点颜色进去就浅了。好，我们外面再来一层啊。再来一层，这个笔上水分比较多，当你们笔上水分多的时候，你们掌控不好的时候，你们就不要那么多水分，你们就在旁边的废纸上沾掉一点水分。当然，你们如果画熟了，你们完全能够掌控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笔上水分多一点没关系。好，这个花瓣最外面一层，我们带一点点黄色，看到没有？我们调了有一点点藤黄色。像这个深的地方，这个角落的地方，我们可以要有一点点深的，这样子才能区分开来。好，这一个花瓣，然后这边的这个花瓣，我们先画到这里。这个是这一边的，这个是已经画了3面哈，1、2、3面往外展开的，然后我们再画这边往外展开的。好，这边这个缺口我们补上一个花瓣。好了，这个花瓣，这边的这一个，然后这边我们还会展开一个大的花瓣。这个大的花瓣颜色也是比较浅一点，我们调色的时候就调少一点，我们可以加一点藤黄，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带黄色，
然后笔尖稍微蘸一点点深的。这边一个大的花瓣，这个大的花瓣我们用2笔来把它组成，2笔组成。1笔，这个是之前我们讲的这个大花瓣，2笔来画，2笔组成的一种大花瓣，因为它一笔可能就画不出来。这样子2笔来组成一个大的花瓣，这一个大的花瓣，然后这边有空隙的话，需要补花瓣的话，我们再继续可以再补充一些花瓣，再调整。现在我们就是要调整整个花型的时候了。这里来加了一个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朵花哈，哪里需要加花瓣的。这里加一层好不好？这里加一层。颜色一定要调匀哦，颜色调匀。这里它加一个层次在外面，让它多一个层次。加一些小的细节。我们回一下笔吧，这个有一些这个褶皱的地方，我们回一下笔，笔上水分不要太大了。基本上这一朵花就这样子就可以了。不再加了，有些地方我们在画上叶子之后，它又会不一样。